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几代古偶花，特色都在这。古偶剧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部爆款，在这些质量不错的古偶剧中，活跃着几代古偶花们的身影，而且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特色。85花中仙侠系列是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唐嫣的成名作，之后的三生三世系列爆款，杨幂甚至还带红了迪丽热巴等90花。从《陆贞传奇·楚乔传》中出来的赵丽颖，则以饰演坚毅女性角色闻名，后来还有了《花千骨之否之否》应是绿肥红瘦与凤航等不同风格的古偶剧。刘诗诗则在《一念关山》中让人见识了武打风。85花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存在，其一是刘亦菲，凭借《仙剑奇侠传》《神雕侠侣》《天龙八部》奠定神仙姐姐地位的她，成名后便转战大荧幕，甚至转战好莱坞。重回古偶赛道后，其主演的《梦华录》口碑不错。很少出演古装剧的倪妮，却有《天盛长歌》和《陈希媛》两部高口碑作品。85花给观众奉献了仙侠、励志大女主、权谋、武侠、悬疑等几乎全品类的古偶剧，是剧红人也红的一代。虽然年龄所限，古偶剧已不再是他们的当家主菜，但观众心目中，他们绝对是古偶剧战场的突出代表。90花和95花出道的方式各不相同，有的是科班出身，有的是选秀出道，有的干脆是网红混圈，跟随不同的 IP、网络小说、漫改等，又出演了五花八门的古偶剧，他们的表现可谓千姿百态，风格出显。90花中，杨紫、迪丽热巴、吴谨言、白鹿、谭松韵、袁冰妍、鞠婧祎等可谓是古偶剧的主力。简单归纳一下，90花的古偶特长似乎有两种，一类是虐恋悲情的女主，一类是擅长复仇的黑莲花。第一类以杨紫、袁冰妍、白鹿为代表，哭戏相当了得。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锦觅沉香重华里的颜淡长相思中的小妖，大家见识了杨紫的各种哭戏，伤心的哭，悲痛的哭，嘶吼的哭，笑中带泪，无声流泪。无论长短镜头，杨紫的哭戏在情绪和细节的把握上都比较到位。不管是古偶剧还是现代剧，杨紫的哭戏都是经得起检验的。之所以被看作是年轻演员中的演技派，与她哭戏的精彩程度是分不开的。在《琉璃》中，袁冰妍不仅是催泪弹，且哭到虐心，带动男主程毅的哭戏也大有感染力。这两年大火的白鹿出演的古装爱情轻喜剧好玩好看，在《周生如故》中的哭戏却是她成为古偶剧当红小花的重要因素。谭松韵在《锦衣之下》中的哭戏，让人觉得一个小捕快和性情很辣的锦衣卫之间的爱情绝非易事。古偶剧在表演上允许适当夸张，表情灵动是必须的，如果再加上每滴眼泪都砸在观众心坎上的哭戏，那这个古偶女主自然是招人喜欢的。至于痛快复仇、逆风翻盘的黑莲花，则非吴谨言莫属。虽然是《延禧攻略》后5-6年再出手，今年的古偶剧爆款里仍然有吴谨言主演的《墨雨云间》。伶牙俐齿，手段利落，心无旁骛，与擅长在朝堂权谋中的男主互助互爱，吴谨言几乎是黑莲花式女主的代言人。能在这个赛道上分一杯羹的，也只有主演过《锦绣南歌》的李沁了，她也是90花中的一朵，只不过她主演的古偶剧并不多。说到95花，赵露思、虞书欣、周也、杨超越、宋祖等人的上升势头不错。说起他们的特点，大致是胶原蛋白和元气感十足的包子脸，表面上属于甜美软萌挂的。这2年，
凭借古装言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爆红的赵露思，接连拿出了《星汉灿烂神隐》等古偶剧。虽然很多人称95花为甜系小花，但这恐怕只是表面惑人设给人留下的印象，实际上他们并非你认为的傻白甜。传闻中的陈芊芊中的赵露思再怎么被甜宠，依然要和男主势均力敌，甜中带飒。星汉灿烂中他出演的程少商，一直从楚楚可怜的小白兔成长为与父母和解，会经营爱情，还会联手男主化解国家危机的大女主。因嗲出天际让人感到不适的虞书欣，如果说在少主且慢行中性格欢脱的破案小五做是其本色出演，那苍兰诀里的她可谓大变样。天界低阶小仙女依然温顺可爱，但走路带风，内心霸气笃定，能承受月族100万年来的仇恨与痛苦。堂堂正正站在月尊身边的月主才是真正的小兰花，要不然虞书欣主演的《苍兰诀》也进步了豆瓣7分以上的古偶俱乐部。对95花而言，傻白甜只是我们的刻板印象，充满力量感的软萌妹子才是他们的追求。至于成长起来的00花，除了张子枫相对专注电影，就表现来看，参演过不少影视剧的赵今麦在古偶剧中尚能担当大任。和赵今麦一个年龄层上的竞争选手刘浩存、包尚恩、胡连新、孙珍妮、向涵之、王颖璐们要加油了。流量时代成长起来的00花们，对市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。如今的他们正抓紧时间在古装、现当代题材影视剧中露脸，锻炼演技。也许很快就会有更多的00花成为古偶剧的女主角，毕竟她们的年龄是最匹配古偶剧的。